这个拜登呢，我想这是个民主党里头的一个专业的政客，他在国会里头已经有40多年，所以呢，他完全知道这个选民是怎么个心理，如何保持他这个权威。但是呢，现在我认为重大的问题不是出在拜登身上，重大的问题呢是出现在去年呢，在这个大选期间呢，支持拜登的那些人的心智上面。因为呢，我们看到14个月以前，当川普做总统，刚刚遇到了这个瘟疫，他就马上就说会关闭了对从中国飞来美国的飞机。那个时候，拜登第一个就跳出来说这个是排外种族主义，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照常开通这个中国来美国的这个班机那个航道。那么结果今天呢，你看印度这个疫情爆发的这个样子，那么拜登呢就是第一个就封闭了从印度飞来这个美国的这些班机了，你知道吧？因为当年川普说的这个话，采取这个决策完全是个常识。并不涉及什么歧视中国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你看到哪里有重大的这个病毒的瘟疫哪里的这个国家的旅客到世界上来旅行当然受到限制。但是拜登居然这样讲，而且居然还有8000万人相信他这样讲，而且还支持他，而且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也跟拜登一起去批判。谴责这个川普封闭中国、关闭中国航班来美国这个决定，说他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今天拜登对印度做同样的事情，居然呢，美国的主流媒体没有说他是种族主义者，这才是重大的问题。这个里头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在国会里头，中国的就是说支持或者替中国说话的说客。那个势力非常强大，那个叫 lobbyist， 但是印度可能这么几年没有钱，没有足够的钱去聘用国会里头或者是这些说客，或者没有钱去影响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所以呢，这不是拜登的问题。拜登当时只想千方百计能够做得成总统，他是个非常精明的政客，他绝对知道。选民想听到什么话，所以他选择选民那个时候对川普的偏见或者对川普的仇恨，选择他们愿意听的话，所以就攻击这个川普关闭从中国来的航机。结果现在他自己当了，他不用暂时这个4年，他不用再管这个选民，尤其是这些无知的、愚昧的这些有偏见的选民，在下面低估什么？所以他就马上就封闭了这个印度的航班，而且呢，他当初拒绝对印度提供这个疫苗，那这一手呢，其实跟川普那个所谓的美国优先是同一个理念，因为他说我们美国还没有注射完，我们怎么能给你呢？但是相反呢，川普虽然口口声声说美国优先，但是他有非常强而有力的、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的团队。如果今天川普还是总统，他一定首先呢对这个目的当总统的这个印度提供疫苗跟他分享，所以川普反而有国际视野，但是拜登及其支持者没有因为什么拜登当初不肯给这个疫苗给印度呢？我认为是因为他不爽这个目的是印度的川普。这个大嘴巴啦，强人作风啦，而且跟川普私下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呢，他不愿意。但是后来，肯定有智囊提醒他了，你不能得罪印度他给你看守着印度洋所以他现在又这个白宫又改变了主意了，知道吧？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过去这4个月这个拜登这个团队其实这个国际外交方面是相当的业余的。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关闭这个边境围墙的问题，边境当然要修筑围墙因为你看今天这个中美洲连着南美洲进来的非法移民是不是经过足够的检疫呢？如果你这个对全球或者对这个加拿大也封关，
或者加拿大对你封关，你对这个印度啊禁止这个班机进入，但是你在墨西哥边境开了一道大口子，那你封闭这个印度的班机又做什么呢？所以这些重大的决策，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不符合常识的，这个问题呢是出现在支持拜登许多被极左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洗了脑的这些选民，是他们根本拿不定主意，或者他们对整个世界、对人生、对社会的基本认知出了问题。那么美国是个民主社会，拜登是靠着他们的选票进白宫的，所以呢，他每一步的决策，他必须要想到这些人会怎么想，有的他不管了，有的呢他还是要管，比方讲这个移民这个问题，这个非法移民呢，这个他非得要顺着他们的意，因为他当初竞选的时候反川普这个问题是个重大的焦点，结果是现在发现又不行了，所以呢我认为不是拜登的问题，是过去4年整个美国主流媒体、美国的教育界、美国东西岸的知识界、美国的民主党的很多的选民，他们的基本的常识认知能力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出了毛病，美国的议会民主会不会出重大的问题？我认为会，因为当初立国的国父华盛顿、杰佛逊这个阿当斯，他们为美国奠定了这个民主宪法，同时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整个美国的国民，你要成为选民，你必须有基本的道德和知识水平。如果你缺乏这个，你去1人1票，这个非常的危险，这个会变成民粹民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上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些不良好的副作用正在逐步浮现。所以你看见这个拜登根本是首鼠两端，你派这个克里根本就是摇摆不定，你派这个克里到了中国一趟，结果无功而还，是不是？然后你这个特斯拉这个电动汽车又在中国遭到这个围堵，然后呢，由于这个政治理由跟你鸡蛋里头挑骨头，这些全是美国这4个月对中国或者在国际上的一些失利。当然，他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被迫不得不重新检视起这个川普的一些政策也不顾这个老脸把这个边境的这个围墙又重新要建起来或者对印度封这个航班或者又对中国强硬了，是不是但是其他小的地方偷偷摸摸的，比方讲这个孔子学院或者是什么这个 TikTok 这个抖音这些东西，他还会不会禁止呢？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因为这些后面还有涉及的民主党这个金主或者是这个华尔街跟高科技界的重大的利益他们对一个钱字还是不是太看得开，还是不舍得但是整个大方向呢，像您说的，确实是跟川普那4年基本上是对接了。